MX30，一台电动版的 CA30。这辆车推出在马来西亚 market 有一段时间了。我之所以迟迟没有 review 这辆车的关系呢，是因为显而易见的，这辆车你无论怎么看呢，它的缺点太大了。因此，我一直在想，要如何以一个比较好的角度来带出这辆车的卖点。老实讲，我并不觉得它在马来西亚是一个会畅销的model，甚至在全世界，我也不觉得它是一个会畅销的model。因为目前你看到的这台纯电动版呢的 MX30，其实它是一个半成品。因为在国外啊，在少数的国家，这个 MX30是有一个油电混合版的，也就是用转子引擎来发电，然后让这辆纯电动车呢摆脱那种里程焦虑的问题了，可以让它跑远途。然后不需要担心充电的问题。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solution， 因为好像在10多20年前啊，那些鬼佬已经发现到呢，转子引擎用来作为发电机是很好的。因为一般上发电机都是可能4冲程的引擎啊，可能2冲程的引擎啊，但是转子引擎它的特点就是它小小力，然后如果你没有给它太大的负载的话呢，它是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发电机的。这辆车优点第一，它的外形。它外形非常的特别，我相信你在路上看到它的时候，你也免不了会多看几眼。然后这辆 MX30呢，它的门呢，是 freestyle 的那个门哦，这样子开的，好像开那个大冰箱这样子的。这个门呢是好像以前的 RS8这样子的门了，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的特别。然后这辆车的车顶部分呢，你可以看到它的车身跟车顶是多 tone 2个 tone 的，所以在远处看起来呢，这辆车就给你一种很 sport 的感觉了。虽然它只有140多匹马力，但是它看起来还是蛮帅的。然后呢，后面这边就有一个很醒目的马自达的字样咯。来到这辆车的内装这里耶，可以发现到这辆车的内装其实在马自达的同级车里面算是非常好的。首先，它的椅子坐起来很柔软，很好坐，包覆性很好。然后它的椅子的材质呢是掺真皮跟布料的，看起来就很高级这样子。然后中间的这个置杯架这里上面呢，它是用一个环保的材质啊，可是看起来又不会 cheap 这样子，看起来是蛮 OK 的。然后这个换挡的下面有一个储物空间。也是采用它的底衬呢，也是采用类似这样子的环保材质，还有2个 USB port 在那边。OK， 然后讲到这辆车，我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它的 armrest。你看它的门这边啊，它门这边你放手肘这个地方呢，非常的柔软，哇，这个是细节的，非常的柔软。然后还有一个很好料的东西，就是它的头枕。它的头枕这个。哇，你看，它可以捏到很深哦，捏不到里面的骨的哦，哎呦，很爽，你知道没有？这样子的头枕有什么好处呢？让我来告诉你。以前有一次呢，在2014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2014、2015忘记掉，那时候我有一次我坐到 Lexus 的 ES250，也就是高级版的 Camry 啊。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不大确定。为什么那辆车可以卖比 Camry 贵那么多？明明很多东西跟 Camry 一样嘛。但是我坐了那辆车一段路我就知道了，那辆车呢，它很多细节东西做得很好，椅子很好坐。第一，还有 ES250的后面这个头枕啊，很柔软哦。所以那时候我是坐在 passenger side 嘛，然后在行驶一段路的时候，那段路是有点颠簸的。然后这个软的头枕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在颠簸路段的时候呢，我们的后脑勺敲到它的时候是很舒服的，因为人类是吗？前面额头是非常的坚固的，但是两边跟后脑勺呢是比较脆弱的。因此呢，如果这个头枕比较软的话呢，在走到一些颠簸的路段的时候，你的后脑勺轻轻敲到它是吗？是不会觉得有不舒服的。所以这个就是柔软的这个东西，这个叫什么啊？柔软的头枕的优点啊，这个是细节的。然后这辆车车门这边呢，也是有类似这种环保材质这样子的。然后这辆车是有 Bose 音响，所以整体来说呢，我觉得它在 interior 方面的体验
是非常好的，是超过它的售价了，也就是超过200千的这个 range 啦。我觉得它的这个内装品质，然后它的这个冷气的操作这边是有点怪异，因为它又有的 touchscreen， 然后它又有实体按钮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来 design， 为什么不要 stick to 实体按钮就好，它要 mix 两个。有时候玛莎拉做东西是我们很难理解，凡人很难理解。yes， 它的唱机呢，操作系统的界面就跟这个 CS30是类似的，还有跟玛莎拉3是类似的。好的，然后排挡杆这边就很不一样了，因为玛莎拉排挡杆很多都是直上直下的嘛，它这个是向左推下来的啊，这是排挡杆方面设计的一些不同啊。好的，我们去看一下我后面这个空间，以及看一下车尾的design。Let's go。OK， 我坐在驾驶座这边了，我是175cm， 这个是我的driving position 啦，我的驾驶位置是这样子，就是刚好咯。OK， 现在我一进到底去后面给你看一下后面剩多少位。这个门蛮可爱的，这个门你看啊，你要先关了后面这个门，才可以关前面这个门。因为呢，它这辆车是这样子开的嘛，所以它是没有 B 柱的，它是没有 B 乐的，所以这后面的门就是它的 B 乐，2合1。OK， 看一进到底，哎呦，坐后面，所以后面的那个空间呢，其实不是很多，我的前面剩下4根手指左右的距离，然后我的头顶呢，其实是没有剩什么位置哦。我头顶剩一点点位置吧，应该是2根手指头左右。然后这辆车有一个很可爱的功能哦，坐在我这位置的人呢，我是可以操控驾车的人的椅子的位置的。你看，这有一个电动开关，所以我可以操控它的位置哦。你看，来到车尾的设计呢，就可以发现到。它的车尾这里不是单纯的 hatchback 这种平的，它是有一点点像 Mazda 3那种 liftback 这样子的，从车顶拉一个斜线条下来这样子，看起来是非常的 sport。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我就给你带来这辆车 MX-34的试驾体验。首先，这辆车的其中一个优点呢，是它开起来非常的不像一辆电车，因为呢，电车我之前 try 过的。几款电车呢，他们都有给我一种很重的感觉，因为电池它原本就是一个很重的东西。比如讲像 EV6 呢，它的电池就差不多要500公斤了哦，所以你背着一个500公斤的东西，虽然它是在车底啊，也就是前轴跟后轴之间的那个位置，所以变成它的重心很稳，但是呢。你在开起来的时候，在转弯的时候啊，在急起步的时候呢，你还是会感觉到那辆车是一辆有点重的车。但是这辆 MX-34不会咯 ，MX-34给我感觉是辆很轻的车。它的车脚的那个过坑洞的处理方式跟 CX-30是有点类似的。OK， 接下来我们就过一些 corner， 然后这辆车有一个。原厂没有特地宣传的功能，我觉得很给的一个功能就是电动车只有1号牙嘛，但是这辆电动车呢，它居然有 pedal shift 哦。要 pedal shift 干什么呢 ？Yes， 如果你有关注电动车的呢，你应该知道了，它这个 pedal shift 呢，这边的 pedal shift 如果你按减呢，它就会加强它的动能回收，也就是说呢，在你踩油，然后在你放开电门的那一刹那呢。它会回收轮子的能量，来帮车子减速的当儿呢回充电池，所以有这个功能的车是更加安全的。所以你看电车它可以很快的就停下来了。比如讲，你看现在我要过这个 corner 嘛，踩油，然后放掉这个油门，就所谓的电门啊，你看它速度是跌很快的。我没有踩到 brake 啊，像前面有一个 corner 嘛，你看啊，我放开电门，你看我没有踩到 brake，它速度就跌很快了。所以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啦，可以省 brake 皮之余呢，那个车子可以更快的停下来，所以就变成更安全哦。你看我放开那个电门的时候啊，左边的仪表盘的那个表啊是在 charge 那边的。虽然我踩油，然后在一些走走停停的情况呢，你看我踩了电门嘛，然后我现在放开电门，你看它 charge 了，哇，很快的。差不多1秒钟就跌一个3 km/h 到5 km/h， 可以取代掉那个传统的 brake， 你知道吗？那现在 corner 啊，踩，然后放这边我踩一点 brake， 因为有一点太快了，但是我只是踩一点 brake 罢了这辆车就从80跌到40了它的速度，所以是更加安全的，在一些需要你激烈吵架的情况下，其实电车相比起油车呢是更有优势的，因为它的刹车系统更加的好料，而且在你放慢这个动能回收、放慢这个车速的当儿呢，它也是帮你的 EV 电池充电，所以这个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东西。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呢，在下一个很长的斜坡的时候电车是会充回电，它的电是会变多了。但是油车如果在下斜坡的时候呢，它是不会让你增加任何的油的，所以这个就是电车跟油车的差别这是电车的一个优势。OK， 像这辆车非常的灵活咯，你看我没有踩到 brake 我放开那个电门，它就很顺利的可以减速，然后我就踩油，一直要讲到油嘞，各位，加速踏板accelerator。加速踏板，看我加速，现在跑到一个90、100还是很稳。所以你看我放开那个电门的时候，哇，它很快的那速度这么慢，我没有踩到 brake 哇，所以我发现很多人可能会忽略掉 MX-30有这个功能，这个功能呢是类似像 Hyundai 集团的车这样子，你可以用 pedal shift 来调整动能回收系统的强弱。如果你是刚刚从油车转过来开电车，然后你不大适应这种动能回收的这个模式的话呢，你就可以按 pedal shift 按那个加那边来减少它的动能回收。又或者是你一start这辆车，你就不要去按那个减的 pedal shift， 因为这个功能呢，这个加强动能回收的调整呢，你是需要主动去按那个减的那个 pedal shift， 它才可以让你激活这个加强动能回收的功能。它会有2个向下的箭头啦。一般上如果 normal 的话，它是不会启动这个功能的，因为它怕你不习惯。你看没有踩到 brake 我只是放开电门你看这边我要踩点 brake 因为我刚才有点太快了。所以有些车如果有这个 one pedal drive 呢，好像 Tesla 咯 Volvo XC40 咯，或者是那个 EV6 你把这个 pedal shift 减到最够力就是 iPad 那 one pedal drive 的时候呢，你是很少机会需要踩到 brake 的。但是像之前我 try 过的中国电车，他们都把这个功能设计到比较中规中矩它的动能回收也没有这样强因为他怕刚从油车转过来电车的顾客会不习惯，所以这个也是一种东方人的细心啦。中国人有这样做这个马自达有这样做。你看很灵活这辆电车，虽然它的马力只有140多匹，它的电机，但是由于它车比较轻的关系 ，battery 比较小力的关系，所以呢它很灵活。你看真的是fun to drive。然后像马自达的车呢，它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叫做 GVC Technology。这个 GVC 呢，它是可以在过弯的时候呢，让车子更稳定的。它是透过控制扭力输出让车子呢可以达到一个在转弯的时候达到一个重心转移的一个动态所以呢，你会发现到驾马自达的车，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呢，都非常的稳，在转弯的时候了。然后这个电车呢，它的那个 torque 扭力输出呢更容易控制因为传统的燃油车呢，它的扭力输出呢需要用 ECU 来算要给多少油，要给多少空气，那个燃烧比例要这样子所以
会比较迟钝一点点。但是电车呢，因为它是通过电磁反应来运作，所以它反应比较快，所以呢就变成这个电动版的马自达它所搭载的这个 EGVC 呢，它可以更快的控制那个扭力，它收放可以更加的自如，所以变成你会感觉到，诶，为什么这个马自达电动车好像 corner 比油车稳这样多这样？所以得益于这个电动马达更容易的控制扭力输出，然后它的 GVC 的表现更加好。然后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这辆车的它是电车啦，它的 battery 在底下，所以重心就比较低。哇，很爽。我能跟你形容那种感觉，当你有一辆很灵活的车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诶，好像开起来比较爽这样，因为它动态比较容易控制嘛。好像你穿了一个比较轻的鞋子啊，这样子的感觉啊，有点玄学这样哦。所以呢，其实这辆 MA30是可以 test drive 的，因为这个是我们公司买的车。想也对了，那个逻辑，因为呢，这辆车如果不是我们公司买的话呢，应该很少会有人买啦。等一下我找个地方停下来，我们就来聊一下为什么电动车是未来。这个 topic 是逃不掉的，我已经忍了很久了，我已经讲完这辆车 review 了，所以你必须要给我点时间讲一下我的看法，为什么电动车是 the future。